我或者是那我就会切入说到福西亚。其实我倒是觉得福西亚真的是前途无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年轻，年轻就意味着他的尝试可以很多。其实他这一次唱他的代表作就那个 Rap Love 对吗？这首歌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听，很舒服。一呢是他在共鸣转换的时候是非常的通畅，你看啊他的声音倒也不是人人喜欢，那就是说你听他唱一些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某一些歌比如一两首歌，你会觉得哇好棒啊，他的转音这样转音转得很厉害啊，他的声音又有突破力又突破，所以又有突破力又有张力，这就是他一个歌手具备完整的综合能力。甚至我要提一下的是，其实福西亚他在控制自己的力量跟气息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以至于他在唱低音的时候，他的共振度是非常完整，切换到虚实大小音量都没有问题。他在唱高音的时候，他也不具备任何一个肌肉的紧张，他是直上，那这跟他用的共鸣是有关系。所以他用的是整体，就是我们叫大共鸣，他很少用黄绮珊这样的共鸣，他坚决不用，他不用这个。黄绮珊也不能用他这个共鸣，因为他张开嘴巴，他就很难控，应该是很难控制。所以在福西亚他这样的一个共鸣之后，体现出他的能力是很强，但是呢，他会有一点点的限制，是他可能不唱这种方法的时候，或者说想要表达R&B 类似这样的歌的时候，他会因为他的特色而失掉那个音乐的感受，或者说我觉得福西亚是能够唱到的，他应该是可以，因为他对那些咬字啊、技巧啊、共鸣是非常了解的。但是就是看他希望自己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域里面，那就决定于叫资本市场了。这市场里面的人，多少人喜欢他什么样的歌曲啊？其次呢，我倒是觉得他这么年轻是应该增加拓展跟创造能力，在他的人声上，所以你就会看见，他的声音也是宽厚大，但是呢，他却要比那英来的丰富。特色比较明显，可是那英呢，它的音色就会比较就控制在一个音色里面是最迷人的，所以他会选歌来唱。像我们有时候对歌手你们会很理解，就是当然我也很支持啊，那不适合你的歌你就不要唱嘛，你就唱你适合的歌也是可以的。那你要在你适合的歌里面要足够的有能力。那么福西亚就是在他适合的歌里面就是足够的有能力，甚至他能够玩 drama。音乐剧啊，各类的歌剧都可以，所以他在选择唱那个《魔鬼中天使》的时候，还有那个，我倒是觉得他表达李玟那首歌自己那首歌的时候，我倒是觉得一般了。但是我们觉得很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版本是 AI， 就是用香缇默的声音来唱福西亚的那个Rap Love。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这样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一样是转音的歌曲，换一个音色跟换一个共鸣的时候，它的轻松度就高了。那我要谈到福西亚这个有一个我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啊，它整体的能力是没有问题，那唯一的问题是它的歌曲里面在听感上留的空白的空间特别特别少，就是我们叫太满，所以太满的时候就具备一个文化差异了。如果他们那个文化的语言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是这样很舒服听起来。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会新鲜，差不多，就没有那么多新鲜了。所以他就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在亚洲市场里面。那我倒是觉得，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文化，但是又有留一些空间呢？我其实还蛮期待的，真是非常非常期待。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后，我们就会说一下。那根据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的观众，他会说，他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他说，露西亚唱的怎么样？那第一个，因为我没有知道他的任何背景，我猜露西亚应该是选秀节目出来的。不知道他是不是科班出身，应该不是。为什么呢？如果他是的话，那他的老师肯定就是有问题。反正怎么的都不是我的问题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听他的非常的优势就是高音到大量的声音，它其实冲高的时候，它的音色圆满有力量宽阔，非常好听。但是它在中低音的时候处理细节的能力、气息跟那个能力就不够，甚至是它在转换过去的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想法。那我倒不是觉得他声音做不到，不具备这个想法可以转过去。而且我甚至呢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等待他的优势音域一次性爆发出来，所以反倒显得他的歌曲
曲有一些脱节，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倒是觉得他如果很年轻，其实找到一个我会推荐他找到亚洲老师。为什么？亚洲老师他会把声音比较靠前一些，然后呢，他会要求他有细腻的部分出现，咬字啊、气息啊，就会帮助他处理掉那个过度的断层。那就看他在走低音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握得很好了。那他的歌曲我没有听得很多啊，他的高音跟他的能力是不错，只是他到中低音之后，他的气息跟肌肉整一个就是我们叫弹性不够，处理不过来了。应该不是没有，应该没有人教他，他可以好好去学一下，我觉得这个就可以。那另外我就会提到张雨绮，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人。那么大家对他的期待可能是太高，还是说不合理期待？好像他以前小时候怎么样，他现在就一定要是怎么样？我倒不觉得，因为人生路途上遇到好的老师或者遇到好的引导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跟他具备了整体音乐的不同的丰富的元素，编曲能力、控场能力，整个都在，他的心非常大。问题就是出在他的发声方法。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没有人特别在这个点上面去扭正过他，所以以至于呢，他在用他喜欢的音色的时候，过度疲劳之后肌肉出现弹性，以至于他会到后面就会失色，我们叫声音里失色。只要他微微调整他的发声方法，然后他的共鸣的位置就会变得很丰富，他的气息跟能力就会出来的。这个是我给他，我觉得是最好的评价。因为我觉得年轻啊，就是未来无限，就是只要他有一个比较谦卑的心，不断的找老师去调整去学习，我就认为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我甚至认为他也可以不用找老师，你看他英文好，要么就推荐他几本书看看，比如说 The Voice, The Body 啊，然后还有你看这本书，我手上就有这本书，刚刚在看 The Vocal 这本书，像这些书，都是可以，他要是能看就可以去看书，然后自己检查，scanning 一遍。然后找到自己的点在哪里，找到自己唱歌的时候的感觉，是前胸骨太硬还是背后的骨太硬？我感觉啊，它是前胸骨这块的骨头太硬，所以它会影响它的发声啊。那这个就是它了。那同时，我如果说到这里的话，我会忍不住说一下许君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许君他是一个摇滚歌手，或者他唱歌的时候，整体的我会把它归类，比如说那英啊，像梁博啊，就跟他们。我们就说一挂的感觉。许君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唱那个孙燕姿的那个克伯勒这首歌，因为我很喜欢嘛。对于他在唱的时候，他唱完前面那一段之后，没有可圈可点，可是也没有太大毛病 ，OK 了。但是他整一个转去摇滚时候那个间奏，我想超喜欢。但是啊，坐过山车，也就是许君给我做的，他突然下来那个唰结束了之后。等不到你啊，这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人生技巧上给他的限制，或者说像这里的歌手，他们专注做他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所以人生上的不配合，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他要么就是撕裂型的黑摇滚就拉出来了，要么就是翻高八度来唱，所以他的气氛不能因此而悬崖式的掉落呀，所以我对许君的印象比较深。那你想这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影，走在共度之中，哒哒哒哒，找不到你啊，他唱了他的风格了。那对于孙燕姿来自他唱的亮。有穿透力，但是也不具备流行元素。那许君的声音就比较直，他没有做到太多的处理，比如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或者他唱梁博的那首歌，比如说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留下你，哒哒哒哒啊，所以他可能需要这样的歌。或者他可以做改编嘛，让他的声音能够按照他的方式直直的出来。那对于孙燕姿这首歌来说，它就是一闪一闪，它是靠切断，然后做一个亮音，一闪一闪亮晶晶
啊，再来一次，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不到你。哎，好像跑音了，没关系。所以我们要体现的是，每个歌手他在处理他喜欢的歌曲时候，他自己的风格是其中一个。如果他不能满足你的唱歌技巧跟风格的时候，你要么就是把这个风格给学会了，要么你就是把它改编成适合你的来唱。所以许金就是他满脑子有好好的编排，但是没有想到败在他的人生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那然后他的唱歌的技巧也是偏毛躁了一些，没有太多细腻的东西，那可能还是那英略胜一筹了，对吧？好，那我会把谭维维跟孙楠放在这个时候来说呢，是因为他们是另一卦啊。为什么说另一卦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孙楠的特色就是我比较佩服的就是咬字。那同样我认为咬字比较厉害的就是张学友啊、陈奕迅啊，他们的林俊杰，他们的咬字就非常的清晰，而且帮助他们提升了很多唱歌的技巧。那孙楠他的那个咬字就是重到成为他个人的一种风格了，所以呢他就不容易被常常听，一首歌听完之后就会显重，所以孙楠就会变成列为我们叫红星派这样的歌手。他只能唱这种悲情的、撕裂的、拯救的，或者是威武啊、扬威之类的歌曲。如果太流行的歌曲就变成不适合他这样的演绎风度。但是呢，我倒认为他未必不是不会唱，因为孙楠的唱歌技巧，你看气息、肌肉，我脑子里闪过一遍，他都是 OK 的。他的弱音都控制到我这样好到他应该是教唱歌，他的发声就是非常的牛逼。所以他的那个唱歌技巧里面，应该是他自己决定选择了一个风格，成为我们叫独树一帜啊，那就他这样一个风格，别人都认得他。可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唱歌的这个音色又不足以唱刘欢这样的大歌，所以他不是刘欢大歌，是刘欢这样唱的曲目的那个宏伟的大的曲目，他就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声音的空洞、空间跟遥远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呈现出来的共鸣，如果它一直是偏亮和偏重，那么有一些深度一些，像刘欢唱的很多歌曲，他就不能够表达那个意境，所以呢，就变成他做不了一歌，永远都是排第二啊，那就是他痛苦的地方。那反倒我们来说到谭维维，就是他比较厉害的。我们之前也谈论过，我认为谭维维如果他保持这样他的一个风格，一他能自己创一片天地。二呢，我倒认为他不用太去牵扯流行歌曲的唱法，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体现出它的特别和它的力量，因为流行歌曲里面不需要它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啊，不需要它这么凶狠的表情啊，所以它倒是很有力量和那种正气的感觉，可以放在它这个新的领域里面。但是我觉得唯独会比较吃亏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样的大歌曲的产量是不高的。产量不高之后，就会导致可能就是知名度没有那么明显啊，所以就是说他可能地位很高，但是粉丝一般，这个就是失，就是有时候鱼与熊掌咱不能兼得嘛，对不对？但是我是非常喜欢有他这样一样的歌手在这个领域拓展，因为很多具有中国文化跟元素的歌曲，我倒是没有那么的喜欢啦，可是因为他我真的很喜欢。特别有我们的一些文化的歌曲，我就会突然就是非常喜欢。像那瞎子，我后来回去还听了好多遍的，我就觉得他把那个意境啊、画面感拉到满满的。好，我最后把那个汪苏泷、黄轩跟香缇木放到最后一个环节来说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环节会比较复杂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汪苏泷他具备他这样的市场，其实他的问题跟杨丞琳是会有一点相近，因为他的市场不需要他去那样唱歌，所以汪苏泷其实应该在人身上没有这么大的被挑战过，我自己觉得。可是呢，我觉得他的特色是在于汪苏泷他算是一个才子，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才子。他的编曲，即便他没有这么宽的音乐，就是那个音乐知识的背景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编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没有那么多的元素啊，他是用他有的，他已经编到极致了啊，那么就这个情况下，
他还能不断的改编和创新。那作为他年轻吗？他80几年了是吧？那就不年轻了嘛。其实也是有未来的空间了，就是他如果愿意沉下心来，不要去做那么多的综艺节目，而是去好好的学习一下啊，就是吸收不同的元素，把它吸收回来。2，找到自己的灵感就好像我们有灵感，我们需要支架来支撑，所以他其实支架不够多。如果他支架一多，我倒觉得他的人生就变得可以再减分了，没关系。那他需要他的支架，然后支架来了之后，他再将他的音域来拓广一些。那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倒也不是说唱歌技巧里面缺什么人声技巧，他现在最大的问题，他的音域还需要再宽2到3度，这是第一。其次，他的歌声里面才能再介入，比如说气息、肌肉支撑。你看他想表达，确实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在人声上他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我倒是觉得走得比较快的，应该是他撑好他的技术支架之后，在编曲的能力上更胜一层楼，就比较厉害。那同时，为什么我会把他跟香缇默、黄轩放在一起是什么？那就是有些时候资本市场是很残酷的，就好像你黄轩、你香缇默，你们撑死了，我说你们1个亿的粉丝吧啊，那我们汪苏泷他动辄就2、3亿的粉丝，所以没有很大的动力让他去做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是其一。其次呢，其实作为听众来说啊，我没有说谁好谁坏，作为听众来说，如果比较喜欢听这种就是类似像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我看不见你脸上的挣扎，就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啊，喜欢这类的歌曲的人，他是很难去 enjoy。现在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力 ，it's quite different， 就它太不一样。所以喜欢这一类的就是暖情的歌曲，比较通俗易懂的歌曲，它是会很难切入到那种 R&B 啊，然后blue 里面那个节奏。那为什么在这里说呢？是因为那我很可惜，就是黄轩居然没有唱《巅峰智慧》，为什么？他伤心了。但是香缇默这次他唱了这首他自己的一首歌曲之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看他的韵律，他的掌握那个就是我们的音乐性，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倒是觉得应该会有很多观众并不理解或者并不是太欣赏这样的歌曲，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2个市场没有必要说你一定要跨到那里，就是我们理解就好。谁让那个小器台把他们放在一块比赛呢？比赛就才会出现说哦，你们听不懂啊，你们这个我倒是觉得啦，所有的歌手都是服务他的资本市场，你们就是现实一点。但是从发声的技巧来说的话，那汪苏泷他的人生技巧上，他的发展就需要远了，因为他还没有要到练细节的地方，他第一步是要先拓宽他的音域。所以这就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了。那对于香缇默跟黄轩来讲，他们的人生上，即便会有一些肌肉过度用力的情况出现啊，因为你去听黄轩的第1首歌，跟他后面最后第10首歌，你就会发现他的肌肉其实弹性就是会比较弱，太累了啊。那么就是在他唱歌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过度用力。那包括香缇默状态好跟状态不好的时候，他的音质差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就觉得香缇默，在他整个唱歌过程当中，他的细腻和肌肉把握到的是非常完美。可是，在发声或者说他们在转呢，我们叫实音转假音来回切换的时候，他的肌肉抵消的那个速度不够快，所以让他们有些时候声音会老化的快啊，或者说疲倦的很快啊。但是他们2者的丰富性是非常强，他们能够唱的音乐的风格非常多。你说香缇默，请你为我不过我不得不说，香缇默在唱这种宽和大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声音不够有力量。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倒应该不是他的能力跟不上，是因为他平时唱的那个风格里面是不需要出现在中低音区有这么大的。比如像 Adele 的歌，这还不算是高音了，就是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有点咿呀。Never mind, I found someone like you.
就他平时唱的 R&B 的时候，像这样的共鸣音区他用的不多。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don't forget me, I beg。所以这是一个切换，香缇木做这一类是完美，但是呢，他前面那个直直的，就不是他平时唱那些。I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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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那个就是什么早餐里有2个鸡蛋啊，那首歌，他就是他擅长的啊，短短的节奏、韵律动啊，控制那些语速描述，这是香缇木最擅长的。所以他如果需要调整的话，那就应该是如何在快速的放松他的肌肉，然后那我自己觉得他倒是不需要改太多的共鸣，一个是岁数的问题，但其次呢，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消音啊，我倒没有那么的喜欢。其实我个人是更喜欢细腻的描述，这是我个人的部分，我没有那么喜欢。如果真的要听高亢有力量的，我就去听谭维维了嘛，或者听 Adele 不就行了嘛，对吗？好，那么基于对香姨的喜欢，我最后来补充一下，其实，在上一期他不是被淘汰了，他跟那个迪玛希那首歌被淘汰。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当时说了，谭维跟陈楚生是创造一首歌曲，那么那个谁啊，那个刘欢是很谦卑的，对吧？对于香缇木跟迪玛希，你们知道我用什么词来形容？就是西部就是那个斗牛赛。这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当时没有说那么多，是因为它的复杂性非常高，在于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牵扯到了太多的 freestyle， 就是有点像那个 Forever Young 那个陶喆跟袁娅维一起唱那首歌一样，就他到了后面的高潮的部分的时候，他是靠 freestyle 彼此叠加出现的啊，或者说有你高亢，那我也高亢啊，你情感在那里支撑的时候，我在后面再支撑你，拖住你，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斗牛式的合唱是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第一，它是跟随情感在流动，所以我今天排练的时候我是这样唱，我可能明天排练的时候我想多唱一句，那对手就要是什么？你多唱一句，我能跟上你，这个就会变得很好玩。所以为什么迪玛希跟福西亚就会说我们今天会就是热爆？为什么？因为他们应该是在合作的时候发现，当情感流露的时候，彼此的默契度非常的高，这就是他们。我就认为是最厉害的歌手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事先的安排，没有练习，那么他们在进行一个情感到了一个高点的时候，还能做彼此叠加，那就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一直说那英最缺乏的东西。那英最缺乏的就是情感到了，那人人都会在唱歌的时候有一个情感饱满的时候。它饱满的时候，比如说就这样被你征服，然后蹦蹦蹦，喝下你藏好的毒，吧吧吧，我的情绪落幕，我的爱恨已如土。所以他在人身上并不能够做太多的我们叫做额外的就是我们叫做升华，对，额外的升华，他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了。所以，我算是说了很多歌手了吧，对吧？然后我就把我们能够就是我一般在沟通的时候，希望能够将尽量简单、能够易懂、能够 get 到的东西给到你们，或者说，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会召集一下，就你们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只要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在发声跟唱歌时候的问题，我一定会回复你们的，可以吗？那当然，我也是特别需要你们能够积极的回应给我。你们在这么多时候，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想知道什么？或者你们想听我说什么？就在评论区里面大胆的留下你们的脚印，我只要会筹备起来，就会来一一解答你们。那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很想知道那个那个韩国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安地啊，有那么巧，我刚好在看那个《Miss Night and Day》这个连续剧，我在想这谁呀？我去搜发现跳出来都是连续剧的信息啊。
我先来大概的描述一下，我认为啊，在唱歌里面，韩国歌手是非常牛逼的。其实牛逼的第一个前提，就你去看他们在录音室里他们的练习，你就知道他们唱歌是有多么的刻苦了。所以刻苦带来的一定是好的结果。那他们的流行歌唱界真的是太卷了，就是基本都是靠实力出山，对吧？靠实力的，很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靠的是，对吧？对，他们就是一定要靠实力，还要再有这个，那才能往前走。我们呢，实力没有那么明显，有这个，那我们就可以往前走，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对，他们就比较刻苦。韩国歌手我就会比较喜欢。其实对我来讲，我个人最大的喜乐，就是快乐的事情，就是听到了你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可以马上帮助你改。所以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像我一些学生，一般来说第一天他就能够把他基本的问题改掉，至少他能够知道。那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改不是重点，是你知不知道你要改什么，然后你同不同意要这样改，这非常重要。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你不愿意改，是因为你不同意改。只要你同意了改，然后你又知道自己什么问题，两者一兼备，其实一般来说，成人唱歌和成人发声就直接就解决了。那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去学习发声。你在说话的时候啊，如果你频率高的时候，你就容易哑，你很可惜，你说不下去。其次一个，你声音如果没有亮音，别人都不太愿意听你的话，你说你可不可惜，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声音如果一直是含含糊，你自己觉得自己闷和无聊呀，对吗？所以我很致力于就是将正确的发声方法传递，就是这样传递出去，就像唱歌一样，把它给传递出去。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声音干什么，找到自己的幸福感。所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在留言区留，我反正几天之内我就会回复你。毕竟咱们也不是什么红人嘛，怎么可能没有时间回复你们呢？对不对？其次一个就是你真的是请你为我点赞，然后能够转发，好吗？因为一呢，我是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其次一个呢，就是我们这种小博主没有你们的支持，怎么可能有翻身的日子呢？对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